八极拳能否实战？我认为，起码在徒手防身这个领域，八极拳是一种特别务实、注重实效的技术。为什么说它务实呢？因为它能适应的场景比较广，尤其是战争中，生活中的应用范围很广。有的拳种打起来很漂亮，大开大合，很有气势，这种拳法打擂台很有观赏性，也占便宜，尤其是表演起来看着很美观。但是在生活应用中，除了打比赛和约架，感觉适用面还是比较窄的。首先，冷兵器作战中，拳脚的伤害是很低的。其次，日常防身中，贴身短打的情况很多，大开大合的拳法，除非打架打起来，很难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比较偏江湖人的功夫了。而日常防身更注重的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例如流氓找事儿、恶霸围攻，往往还没升级到动武阶段，近身短打的功夫，出其不备的给他一下子，给自己创造逃跑的空间，更不容易吃亏。我认为就看其核心技术，基本功更偏重练哪个，那他的核心技术十有八九就在那。例如河北有一种戳脚功夫，讲究手是两扇门，全靠腿大人训练中，腿脚劲力占比重极大。那么咱们研究它，自然就要着眼于脚上功夫。那八极拳的核心在于哪呢？我个人认为在于它的劲力。我在网上看过很多关于八极拳的演武和讲解，我认为八极拳的核心在于它的身法劲力，也就是所谓的几靠。我们仔细去研究，就发现八极拳的这种发力方式，用现代白话讲，就是一种运动中破坏对方重心的方式。结合八极拳发力迅猛、敢贴身硬闯的打法，它的应用场景也不言而喻。一种武术的理念肯定是离不开它的应用场景的，离不开历史和人文环境的。例如咱们的国标武术，它产生的时代背景要求它成为一种体操项目，那它追求的肯定是力与美。八极拳的产生环境是怎么样的？又是怎么影响八极拳的理念呢？八极拳的实用就实用在它的滚、靠、顶等各种破坏对方重心的技巧，无论是拳脚，不能保证100%把人打趴下，也有抗揍的，一顿暴锤嘛事儿没有。所以考虑身量的差距、训练的强度，拳脚功夫不见得是防身的最好选择，但是破坏对方的重心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技术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的差距。而如八极拳这种以身位己靠来进行重心破坏的技术，就完全不需要放弃持械，错峰交恶之间猛然发力，给对手顶一跟头，趁其不备立马跟上一步补刀，其实用性不言而喻。所以别看八极拳发力刚猛，但其实人家还是个细腻的、讲技巧、讲科学的武术呢。